电鳗能够释放860伏电压，它们的能力从何而来？鳄鱼也会被电死吗？亚马逊流域作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，其中生存着许多种类丰富的生物。不过这些生物为了能够在危机四伏的栖息地内生存下去，都进化出了许多独特的能力。其中被人们熟知的有被称为水中霸主的鳄鱼，还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食人鱼。不过让人震惊的是，这两种实力强悍的生物也有着害怕的生物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能够让鳄鱼都闻风丧胆的物种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电鳗这种生物？这是一种能够释放出强大电压的神奇物种。电鳗如此奇特的能力，也让它们能够在危机四伏的亚马逊流域中很好的生存了下来。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电鳗作为生物，它们为何拥有着放电的能力？难道在它们体内有什么特殊的构造吗？针对这个问题，科学家们研究了很长时间才得出了结论。在电鳗体内有一种极为特殊的肌肉组织，组织中存在着将近1万枚肌肉薄片，每一枚肌肉薄片都能够释放出微弱的电压。这些东西在电鳗的身体中有序排列，所产生的电量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蓄电池，并且这些肌肉组织链接着电鳗的中枢神经，让它们能够依靠自己的意愿释放出电压。虽然单个肌肉薄片所释放出的电压杀伤力并不大，但是数量一多，同时释放电压就有着相当大的危机了。而电鳗也因此在亚马逊流域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电鳗拥有着放电的能力，那么它们是否能够持续释放出电压呢？其实对于电鳗来说，它们体内能够储存的电量都是有限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它们每次释放出的电压都在350伏左右，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时候，才能够将体内全部的电压释放出去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当电鳗将体内的电压全部释放出之后，它们的行动速度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。如果在这段时间里，电鳗再次遭到了攻击，那么大概率是没有反击能力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等待电鳗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不过也不必过于担心，这是因为在一段时间之后，电鳗体内的电量就会逐渐恢复，行动速度也会慢慢恢复正常。既然电鳗的放电能力如此突出，那么当它们与鳄鱼正面对决的时候，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？其实鳄鱼与电鳗生存在同一片栖息地内，它们的正面交锋并不算什么稀罕事。虽然鳄鱼在体型上有着绝对的优势，但是在面对电鳗的时候，它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将其击败。要知道，鳄鱼的战斗力大多来自于它们强大的咬合力，并且对于鳄鱼来说，死亡翻滚算是它们的必杀技。然而当鳄鱼咬住电鳗的一瞬间，强大的电压就会让它们瞬间失去攻击力。如果此时鳄鱼比较明智的选择放弃，它们或许还能够幸存下去，否则在电流的影响之下，鳄鱼很快便会失去意识。不过要知道的是，当电鳗体内的电量全部释放出去之后，如果鳄鱼此时还有着攻击性，那么电鳗一般也是凶多吉少的。所以电鳗和鳄鱼之间的战斗并没有明确的胜负，所以他们在遇到彼此的时候，也不会轻易的发起攻击。电鳗释放出的电压如此强大，那么它们自身为何不会受到影响呢？我们都知道，液体具有导电的作用，而电鳗大多情况下又是生活在水中的，只不过它们每次放电的时候，附近的其他生物都会受到影响，但是它们本身却不会受伤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要知道，电鳗身体中的大部分器官基本上全部分布在身体的前半部分，而它们能够放电的部位与这些器官并没有直接的接触。更重要的是，在电鳗的放电部位有着一层厚厚的脂肪，虽然不能够完全隔绝电流，但是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电流给电鳗本身带来的伤害。所以这样一来，电鳗自己以及同伴就都不会受到电流的影响了。但是要知道的是，一旦电鳗的身体暴露在了空气中，此时的它们如果释放电压，那么就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。所以电鳗的电压在给它们带来方便的同时，也伴随着一些风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电鳗的放电能力在整个自然界中都比较罕见，但是它们的数量并没有因为这项特殊的能力而增多，反而由于人类的不断研究和猎杀，导致电鳗的生存现状越来越糟糕。如果想要避免它们灭绝，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加以保护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